那天我在跟Toyota的某一个高层吃饭他就有聊到说，其实Toyota的顾客群虽然他们有很年轻的车款，可是他们顾客群还是大概在40岁以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车价的问题马来西亚的平均收入这几年average 是2800，然后2800呢，就是如果我们拿薪水的1/4来供车啦，以一个健康的花费来讲。大概就是一个月花700块去供一辆车，这个是最新的2019 Saga， 它的价钱是比前一代的还要大幅度降低之前的是卖接近42千，现在直接跟它砰降到39,800块，所以我们给它头期3900，我们算4000如果你供5年的话，刚刚好就是700块。如果你供稍微长一点，可能你供7年的话，大概就是530块左右；9年的话就是430块左右。所以这样子的车其实才是最所谓的国民轿车啦，因为是每个人基本上你只要是 fresh grad， 你工作几年过后你都能够 afford 的车。最近它出来的时候39千嘛，然后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对手就是 Brezza 的价钱高它蛮多一下，我看有超过5000块。其实很多人我在跟他们聊到 Saga Brezza 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Saga 是跟 Brezza 一起的咩？你搞错没有 ？OK， 我简单讲一下啦。因为其实 Proton 这个车厂呢，他们从以前到现在呢，他们对 segment 这件事情其实有点乱水啦。讲真的啦 ，segment 这个东西，打一个比方，好像我们都知道 Saga 其实一路以来就是1985年的那个 Saga， 它一直都是 C segment 来的。我 ABC 这样讲啦，我用 Honda 来讲就好了。我们从 D segment、Accord、C segment 就是 Civic、C segment 就是对之前的 Persona， 然后甚至是 Vera 这些东西。B segment 呢就是现在的 Iris 跟 Persona， 然后 A segment 呢就是 Saga。为什么大家会乱呢？因为本来 Persona 它是 C segment 的，然后现在他们改款过后，那个换代了过后的 Persona 它变成跟 Iris 一样了，所以它就跑去 B segment 的这个级别了。然后这个 Saga 呢，它本来是 C segment 的，然后因为成本上面它要入这个经济型的 market， 它又把它从 B segment 又弄成现在这样子是 A segment 了。然后 Brezza 其实很多人以为 Brezza 是 Myvi 的4门版，其实不是，其实 Brezza 是Asia 的4门版。弄到最后，这个 Saga 就要用来打 Brezza 了。其实它跟 Iris 跟 Persona 的那个团队是两组不同的人马来的。所以当然，他给吉利接手过后，当然都是会采用 Proton 的家族式设计。像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front grille， 这个就是我们在 X70 讲到的叫 Infinite Width 无限编织。然后下面有这个跟 X70 非常相像的 LED 日间行车灯，就是 Daytime Running Light 这样子的东西。同样的车尾也是继承了这个吉利 Proton 的家族式设计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用了 PROTON。Proton 呢，就像 Iris Persona， 比较厉害的是呢，跟上一代最明显的差别是，它这边多了这些风网当然，这个用看懂是假的啦 ，OK， 但是假到很美啦，假到很 sporty， 很动感，远远看来就觉得，哇哦！通常做这种东西呢，就是给那个风进去这边 airing cooling everything， 可是它没有啦，你看都懂是 flat 的，一样这边有一个小片的 spoiler。整体来讲，造型肯定是比它改款之前还要更加的有运动气息。Sport Rim 也用了全新的 design， 但是如果你是旧款 Saga 的 owner 呢，你要换这样子的 Sport Rim 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因为他们把那个 disc 盘的大小增加了一点点，然后打压是这个 Silverstone 的 Cruiser 打压啦。这个 engine 就跟改款前的是没有什么变化，都是 1.3 L 的 VVT 4气缸自然进气引擎，然后94个 horsepower 120个 Nm。但是这次改款过后最明显的不同是，他们舍弃了原本的 Punch CVT 无段式变速箱，改用了跟 Hyundai 合作，也就是源自 Hyundai 的 4AT 变速箱。之所以用 4AT， 我相信这个也是为了要跟 Iris 跟 Persona 就是价位比它高出10千左右的车做出一个区别。另外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strut bar， 黑色的 strut bar， 蛮厚一下的。然后这个也可以弄到它的前轴在操控的时候是更加的 stabilized。那天我上车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锁匙放在这边，然后在这边找那个 start button OK fine， 它没有 start button OK， 锁匙 OK， 锁匙在这边 OK，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 quality 不会像之前这样 cheap Everything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边这些东西都是
你知道 Proton 其实它的车真的是不坏的，不差的，只是因为它每一次都会被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影响到，我们觉得它很 low 啊。可是我老实讲，真的，如果是 Iris 我是老实讲了，可是 Saga 的真的是很好。你看它这个 steering 旁边这些东西啊，中间这些东西，它的 plastic 的纹路很幼啊，幼到不会是那种很 rough 的东西。你看 everything， 虽然我跟你讲我是很讨厌 fact stitching 的，可是这个 fact stitching 我可以接受，因为它 fact 到很 real。它最大的变化是这个中间这个荧幕啊。当我看到 brochure 的时候啦，我以为它是 iPad 的 size 的，因为你知道他们会用很美的镜头拍到很厉害这样。然后我实际上看到它的时候，它就像我2012年的时候用的 Samsung Galaxy Tab， 只是打横这样子。然后这个悬浮式荧幕，这个真的是就是冲着 Beza 来干的。如果是 4AT 一般都会有 D， 然后1、2、3这样子下的。可是他为了他知道做这个 segment 的人啊，买这个级别的车的人，可能都不是这么钻研说啊哪一个牙这样子，所以就干脆直截了当给你 D 跟 S。只是要嫌它的地方就是呢，我觉得它不适合身高超过175以上的人驾啦，177啦 ，OK。这样讲呢，因为等下我会用这个视角，你看，它的 steering 是可以 adjust 啦，可是它的这个最高对我来讲我已经是看不到米德表了，因为它这条东西顶着我的米德表。可以放我们给它最高没有关系，我们把椅子调最低 ，OK， 椅子调最低在 OK 这边转。我已经把椅子转到最低了，然后这个又这样子，就是其实就跟 MyV 或者是 Arus 有一样的问题，我看不到。然后再来一次，我一刹车，我一碰啊，我手敲到了 ，OK， 一样的。我觉得你手长脚长的人，他就是来给你不方便了。你看，而且我不是特地的哈，我不是特地要这样子去敲它的哈，我是很自然这样子一抓啪就打到了，然后我一 corner 啪又打到了，坐低一点啊。另外一个值得掌声鼓励的是它的 side mirror， 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一个讲 Iris 的视频的时候 ，Iris 那个真的是看到人家很辛苦啊，这个就不同了，这个你看它超级无敌大，几乎你把一个世界地图塞进去都没有问题，所以你在 highway 的时候2、3条链、5条链啊，你都看得完旁边的所有的车。它这块荧幕就是它的压箱宝，但是它既不是 X7D 的那个很齐全的 GKUI， 就是你可以念 Hi Proton 啊，它没有啊。然后它当然也不是 Iris 跟 Persona 的那一块荧幕，它是自己Proton又在另外一个开发团队找新的 supplier 合作做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叫 Easy Connection 的啦，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机 plug in cable， 然后它就会显示你手机里面的东西，有点类似 Mirror Link 这样子啦。但是好笑的是，我刚才试的时候，你插进去它不能够显示 Google Map， 它讲 The Map is not supported， 这样就没有用了，这样就功能有限。然后最令人 surprise 的是它的音响系统。你可以看我们在 Audio Setting 里面啊，它全车一共配有4个 speaker， 然后它可以调那个 loudness， 你看它的 bass、mid、treble 都可以调。除了这个之外 ，equalizer 也是满的，你要讲调都可以，有 rock、有 jazz、classical、pop， 然后再来volume balance， 你看这个都有。Oh my god， 这是39千的车吗？除此之外，它还有reverse camera， 所以你退去它的 reverse camera 还有格子给你，有这些线给你。然后就算虽然前面没有啦 ，OK， 但是前面还有2个那个 parking sensor， 所以前后退各方面都是非常的齐全这个东西。OK， 后座我们来看一下，哇，真的是非常大一下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你看我的头可以这样子放，而且是蛮软一下的。头部空间，脚 ，OK， 中间这边它也比较低啊，所以你要跨过来、跨回去都不是太难。OK， 整体来讲是非常宽的。这2个椅子中间呢是没有那个扶手的，就是直接下到这边。可是通常这种很多 salesman 都会买那种 accessory 送给车主啦。另外它还有2个 USB， 这个很贴心下的，因为你要想这车不贵啊，这个车39千，然后后面给你2个 USB。虽然它没有注明是 USB 多少啦 ，but whatever 啦，有给你 USB 就很厉害了啦。然后行李箱空间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像别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就示范放一个32寸的 XL luggage， 所以我们打横放的话，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可以放进一点小小的包包。我们现在 on the way 从这一条 Kara Highway 上着云顶，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 performance 到底是怎样。现在我们在 Highway， 我们驾着120。它的整个车身的隔音系统啊，其实是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个 Saga improve 了很多。当然，因为这个打压用的是 Silverstone 的打压，所以它的这个噪音是非常大，你可以 feel 到。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吵的声音是它的这个 aircon 啊，它的 aircon 好像有一点缺氧这样啊，然后走一下它会，走一下它会。这样子，它会一直有这种声音啦。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把这辆车驾去云顶呢？它是Proton， 然后它是最便宜的 Proton， 39千多的东西，我们把它驾去云顶适不适合？考量到呢，其实购买这辆车啊的车主啊，潜在的 customer 很多都是年轻的一辈啊，可能是18岁到25岁之间。所以这个年龄层的人通常都比较具有冒险精神，这样讲是比较好听啦 ，OK？ 冒险精神。所以我们主要不是来试看一下它在山路有多 stable， 多有力、多稳还是怎样。我们主要是要试看一下它可以回头给准啊，就是它可以去到多少，它的 maximum 在哪里？这个 1.3 liter 4AT 的 gearbox。还有15寸，而且不是1955啊，它是185/55 寸，所以你听就知道那个打压是非常的 skinny， 很小条的打压。然后在这种山路到底是会两波 Q 呢，还是OK， 现在我们加油，4000 RPM， 柴油。OK， 没有的再去啊，因为这个4 speed gearbox 啊，就是你懂了 1 2 3 4。所以在这种路就是 either in between 3 or 4这样子，然后比如讲我们现在加110了，它的 RPM 是3000转，讲真的啦，我觉得这个比 Iris way better， 因为那个 Punch CVT 啊，你知道了 Punch CVT 就是不懂在吵什么鬼，可是它没有，它很安静。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是很有力，你这边把 Gearbox 推去 S。6000转 ，Here we go。现在在 S 了啊，因为该地真的是血波辣的。OK， 有一点难抓它的那个 timing， 因为压很短啊。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其实是蛮轻快的啦，它的 steering 只是因为波辣的。OK， 6500转了，有一点危险了啊。OK， 前面我看到没有车了，试一下。OK 哦。OK 哦 ，Not that bad。OK，one more， brake 一点点啊，还是一样没辣了，多一个。这个比较大一点。至少不是那种笨手笨脚啦，它是像一把小刀片这样简单利落。但因为这个打压小条是它的这个物理极限啊，我们很难去突破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尽量啦，尽量在夹缝间求生存，尽量在这种你快要淹没到顶的时候，然后再做出一些动作。More chair, I get one more.
brake，放。OK， 现在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feel 到它的 brake 哦，其实也是蛮 stable 的，因为这个改款的 Saga 它的这个 disc brake 的那个大小啊增加了一点点，不是很多啦，但是也是算 improve 啦。所以你看，在这种咻这样子，它是没有很灵活、很灵巧啦。因为刚才在国栋家要上道去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发现它已经触顶了，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了，所以我们不打算往云顶上，而是在半山的时候就往巴丹咖喱下。所以现在这一条路是 one way go one way in， 所以是2条 lane。其实老实讲，这条路啊，尤其现在这样没有车，其实比云顶还好玩呢。因为云顶太多 stripe， 然后也太多旅行巴士，太多 everything， 很难啊！你看啊，哦吼呀 ，baby。所以刚刚云顶那种几条链那种啊，对他来讲是很吃力的，因为他是一直上，偶尔才下一下再上回去。可是这种路呢，对Saga来讲呢，就是 perfect， 因为它是比较旧款的那种山路，就是一下上一下下，上下，所以你对动力的那个需求啊，并不是，哦吼 ，OK， 哇 ，good， 哦吼。OK， 你对动力的那个需求不是很大，因为有时候下岭的时候啊，那个地心引力，你的车自己会 run and roll， 它自己会走，所以你只要control 你的 steering， 然后在选择对的时候踩 brake， 然后 everything 就会给你很大的满足感。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好像你看我们现在转上去这个 multi storage 的 car park， 它就会听到很多声音。因为 steering 很小，车也很小，所以如鱼得水。听到吗？它的前面的车脚会有那种 click lock 的声音啊，这个就很明显啊，这个声音。如果是 Iris 对到 Myvi 的话，我会觉得是5-5坡啦，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可是 Saga 对到 Brezza 的话，我会毫无疑问投给 Saga 一票。这个改版过后啊 ，4AT 取代了 CVT， 这个是1分。里面的这个中控台荧幕啊，的音响好到真的是又给它加1分。再来是它的刹车也比之前的更好了，这个又加1分。造型上面前面后面都比 Brezza 更好看。OK， 所以这个我们又给它加多1分，但是它真的没有缺点吗？它的缺点就是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它不适合身高超过175到或者以上的人驾，因为那个驾驶的sitting position 是很奇怪的，这样子看，然后左手又敲右手又敲到，然后又看不到米的表，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可以去改善它啦。操控性能上面，我们对这一种 1.3 的 Air Segment Sedan不能够再要求更多了。39,800块给到这样的东西是非常 super value， 超级值得。